崔修为，你不该跟我结盟。为什么？ 你不知道七九四都杀了陆家念的，你是吗？玉，我自己可以。 你头回骑这么久，我怕你腰疼，腿也麻。你以前学骑马也是这样的？那时太小了，记不清了。你从小便学骑马？嗯。你是想问，皇都中能供孩童骑马的人家非富即贵？如果真是这样的出身，为何会去参军？又为何会去你家当武先生？对不住啊。 你都没问出口，抱歉做什么？况且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也从没探问过我什么。其实从见你第一面我就好奇，只是觉得问起来太冒昧，要是现在问，又怕你会多想。对我这么客气，看来你我之间还是生疏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要是有朝一日你想同我说，你自己会告诉我的。 我年幼丧母，父亲再去，从小被我伯父一手教养大。是他教我骑马，教我读书。后来我去参军，也是为了报他的恩情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原原本本都讲给你听。但现在我们就这样，骑骑马，吹吹风。 好吗？好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早点回去吧。恐怕等我说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这样相处了。 哎呦，燕先生回来了。燕先生，那个芷哥呢？老张放心，我先送他去了铺子里，晚些时候他会回来。那有劳燕先生了。您瞧芷哥这一天的，哎呀，全是他的劳累呀。老张之前一直跟着花公吗？啊，没错。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花公身边，那这一晃啊，一辈子了。我听说本朝文士出门在外，身边常有书童捧诗笔墨，能与您一同随行花公的人，想必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。没有，自来就是我一个人儿。如此说来，老张辛苦了。没事儿。
钟叔啊，哎，志哥，你不必忙活这些，这些叶子他们会扫掉的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活动活动身体。哎，志哥，那燕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他是我一个朋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昨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着。志哥，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哎，你放心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哦，那行，那可能我多心了。那志哥，你忙去吧。那我走了。哎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，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晚了，马都睡了，也没课可上，我就来坐一会儿。终于觉得累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星星都比平日里多些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本来以为可以更自由、更痛快，但是忙忙碌碌到如今，连抬头看天的闲暇都没有了。上次这么无所事事，还是祖父没有出事的时候。你只是忘了，以后我会提醒你。冷不冷？今天可是遇到烦心事了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就是让人心烦。说说看。我能靠一会儿吗？我也许你什么也给不了他，再往前走，只有更多的欺骗。至少现在能给他片刻温暖。所以发生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可要替我出出主意啊。好。今日三婶又怪罪念秋了，家里的妹妹们也都在心里抱怨。这是把学堂定给我小教场了。
先前我就嫌学堂太逼仄，孩子们待在里面不开心。这搬出来了，屋子敞亮了，人心也就敞亮。而且刚好地方大了，可以开设百叶课。百叶？说来还要多谢燕先生提点。怎么突然又谢我了？这么快你就贵人多忘事了？啊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二夫人同我说，不希望花家的子弟沦为商贾百工。柏林伯里在学堂里还能昂首挺胸，可是走出了学堂，却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各行各业谁也不低人一等，所以每隔5日，我便要请一位行当里的好手，做百叶先生进行授课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只是劳烦这第一讲要请燕先生来讲。我教教武艺也就算了，哪里会上什么百叶课？我想听你讲讲北地。今日就由我来给大家当一回百叶先生。好，百叶先生。好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是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北地，你们父亲跟祖父去的地方。我自幼北上，在北地待了10年。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在北地的见闻。离开皇都，光凭2条腿，要走上4个月，才能翻过昆山。4个月。接着再走500里，才能到达边城。北地寒冷，即便是3、4月份，到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。燕先生，那祖父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呀？在北地啊，大雪封山之前，无论老少，都要入山打猎。女人呢，就在家磨麦子，做干粮，把猎物剥皮制衣，把肉熏成肉脯。哦。其实呢，北地也并不全是苦寒。就说冬天啊，可以入山猎鹿，鹿都会躲在一个雪坑里。这个时候设伏，10有9中。赶上天气好了，还可以去敲冰抓鱼。敲冰抓鱼？到了暮春时节，天气开始变暖了。这个时候，边城内外会开满杏花，就像升起云雾一般。到了夏天啊，就有很甜的杏子可以吃。北地清凉，不像皇都这般酷热。燕先生讲的真不错，像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真有本事呢。您说是吧，老夫人？燕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！好厉害！还有一件事要同你们说，从明日起，不用再练扎马步了。太好了！但是，天亮时分，来小教场集合。干嘛？燕先生这么早去做什么呀？对呀，来了就知道了。回去吧。好吧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头一堂百叶课上完了，东家可还满意？我真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杏花树。一定有机会的。你明天要教他们什么呀？你开百叶课是为了修心，告诉他们要自尊自重。我领月钱，自然也得出份力。明天我带他们练练脖子，告诉他们不管到哪儿，都得把脑袋挺起来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
曲秀薇，苏嬷嬷没带回京来，华老夫人会明白的。信心断了，官家若问起，只能拿华家的旧姓抵偿。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人，是华芷。我方才见你从衙门里出来，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前些天呢，他跟我这儿打听老太爷的事儿来了。这人心隔肚皮，不能不防啊。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。找我有事？外边冷，进去说吧。你不该跟我进来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七秀司都是杀了陆家念的吗？你是吗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你要杀了我吗？以后吓唬人之前，先把刀拿出来，别光凭嘴说。想问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你能告诉我什么？华芷，无论我是谁，我都不会害你，更不会伤害花家。你来花家这么久了，向七秀司上报过什么？从来没有。你不上报，不会被责罚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担心我吗？以前七秀司派人盯着花家，现在派你来潜伏，我不担心。花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怕，你就如实禀报吧。我这次来，是替上面调查一件事情。之前你说花家跟太后毫无瓜葛，可老夫人的房间里有只信匣，里面全是太后送出的密信。那些信是太后的。你知道这些信？七秀司是怕花家依附太后，利害攸关。是。跟我来。怎么会？这些信里根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确实啊，不仅无关利害，甚至还可爱。
两个姑娘自少女时结识，再到嫁为人妇分离，再到养儿育女，看遍人世炎凉，始终没有断了情谊。虽不能见面，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。这些信不发牢骚，不抱怨，只谈风花雪月，互诉衷肠。在这些信里，他们一直是少年时的模样，不问俗事，不染星辰。可是花枝，这些信我必须带走，它可以证明花家的清白。原来祖母早就猜到了，难怪让我帮她誊抄。可不可以再给我点时间？我天亮之前一定抄好。好。等我回来。花姐姐，看什么呢？花姐姐，你刚刚在那儿跟我以前一样。你以前总发呆吗？没事嘛，就发呆。芍药，你说你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哥哥，他很忙，事儿很多，话也很少。我哥哥很奇怪的，他对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他喜欢跟你说话。我今天知道了你哥哥一件很吓人的事情，但是我竟然一点都不怕他。为什么要怕呢？哥哥是好人。我去给朋友送药，回来说。可笑，一把年纪了，费尽周章的送信，为的就是消磨闲聊。太后与花老夫人是年少时期结下的情谊，可能人老了，就会怀念当初吧。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走不出宫闱，脱不开身份。除了自欺欺人的聊以自慰，我看不出有任何意义。能有所慰藉，也许就是意义呢。燕西，你是杀伐果断的男儿，不可以像太后一样多愁善感。我不太懂他们之间的情谊，贸然猜测罢了。听说你为了查太后的事，一直待在花家，费心了。黄伯父，我去花家，并非完全为了您的吩咐。当年灵王府那场大火，花家有人亲眼目睹过。我去花家，是为了查找线索。燕西，你对伯父一直都是这般诚实。